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两岸婚姻的故事，题目是结婚不到1周，我发现台湾老公藏私房钱，大陆女孩陷入文化冲突的真相。这个故事特别有意思，也很有代表性，反映了咱们两岸在婚姻观念上的一些差异。说起两岸婚姻，咱们都知道，虽然同根同源，但因为历史发展路径不同，在很多生活习惯和价值观上还是有差异的，特别是在婚姻观念上，这种差异更是明显。今天通过小梅和阿志的故事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差异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。小梅是我老家山东青岛的姑娘，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外贸公司工作，长的是那种标准的北方姑娘，身高1.65米，皮肤白皙，性格开朗，为人处事也很爽快，工作能力强，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公司的业务主管了。而阿志是台湾新北人，家里做外贸生意，因为业务需要经常往返于上海和台北之间，人长得斯斯文文的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说话轻声细语，一副典型的台湾暖男形象。两人是在一次商务洽谈中认识的。阿志的公司想从大陆进口一批货，正好小梅负责这个业务。就这样，两人从合作伙伴变成了恋人，1年后决定结婚。我记得小梅当时来找我咨询的时候，满脸的幸福。她说：“丽姐，我觉得我找到人生中的那个他了。阿志不仅人帅，而且特别顾家，对我也超好的。他家在台湾条件也不错，父母都是大学教授，家教很好。重点是，他完全不介意我是大陆姑娘，还特别欣赏我的独立能力。”听他这么说，我也为他高兴。但作为一个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老手，我还是给他提了一些建议。小梅啊，两岸婚姻虽然同文同种，但文化差异还是存在的，特别是在金钱观念、家庭角色定位方面，你们最好提前沟通清楚。小梅当时还笑着说：“丽姐，你太担心了，我和阿志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思想很开放的，不会有那么多问题的。再说了，我们已经谈了1年多了，很多事情都聊过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但婚前和婚后是不一样的，我还是有些担忧，特别是你们打算在台湾定居，环境不同，很多事情可能和你想象的不一样。没事的，丽姐。”阿志说了，他家人都很期待我去台湾，说我这种大陆女孩子独立又有能力，正是他们喜欢的类型。小梅满脸自信，我只好说那就好，有问题随时找我聊啊。就这样，小梅和阿志在上海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，然后飞往台湾开始了他们的新婚生活。婚礼那天我也去了，不得不说，阿志的父母确实很有气质，一看就是知识分子家庭，他们对小梅也很亲切，完全没有媒体上有时渲染的那种台湾人看不起大陆人的态度。相反，阿志的妈妈还特别夸小梅漂亮能干，说儿子有福气。婚礼后，小梅就随阿志去了台湾，两人在新北市买了一套小公寓，开始了两人的新生活。没想到，婚后不到1周，小梅就给我发了一条语音信息，声音里满是困惑和些许委屈：“丽姐，我发现阿志好像瞒着我藏私房钱，我该怎么办啊？”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并不太惊讶，因为在两岸婚姻中，关于金钱管理的问题确实是最容易出现分歧的地方之一。我赶紧回电话给他：“别着急，慢慢说，是怎么回事？”小梅深吸一口气，开始讲述她的发现。我和阿志结婚前就说好了要共同管理财务，所以婚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开立了一个联名账户。阿志说他每个月会把工资的一部分存进这个账户，用来支付家里的日常开销。当时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显示了互相信任。然后呢？我问道。昨天我偶然发现阿志还有一个私人账户，里面存了不少钱，而且这个账户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。丽姐，你说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小金库啊？小梅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我知道，在大陆，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中间，很多人认为夫妻之间就应该财务完全公开，有小金库往往被视为对婚姻不忠诚的表现。但在台湾，情况可能有些不同。你是怎么发现这个账户的？我问。我在整理家务的时候，不小心看到了他放在抽屉里的银行对账单。丽姐，那个账户里有将近50万新台币呢。小梅说，这么大一笔钱，
他居然一点都不提。我轻声问道：“你跟阿志谈过这事吗？”还没有。小梅犹豫了一下，我怕会引起争执。我们才结婚几天啊，我不想这么快就吵架，但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，感觉被欺骗了。我理解小梅的心情，在大陆，特别是像小梅这样的80后、90后女孩，受到的教育是婚后夫妻一体，财产共有，而且大陆的婚姻法也明确规定，婚后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。所以在她的观念中，丈夫偷偷存钱不告诉妻子，就是不诚实，是婚姻中的红灯行为。但我也知道，台湾的婚姻观念可能和大陆有些不同。小梅，先别急着下结论。我安慰她，台湾和大陆在家庭财务管理方面确实有一些差异。在台湾，夫妻保持一定的财务独立是很常见的，就是说，藏私房钱在台湾是正常的。小梅有些难以置信，也不能说是藏，而是保留个人财务空间。我解释道，在台湾社会，即使是已婚夫妻，也普遍认为每个人应该保持一定的个人空间，包括财务上的独立性。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不信任或不忠诚。可是小梅还是有些困惑，那她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呢？这个嘛，可能是沟通方式的问题。我思考了一下，台湾人在处理金钱问题上通常比较含蓄，不像我们大陆人那么直接。他可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，所以没特意提及。小梅听后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丽姐，我总觉得这不太对，结婚不就应该坦诚相待吗？如果连钱都要藏着掖着，那还谈什么信任？”我能理解小梅的观点，在大陆，特别是近些年来，年轻夫妻更倾向于完全共享财务信息。很多新婚夫妻甚至会在婚前就开始共同规划财务，把钱都放在一起管理。小梅，我明白你的感受，我耐心地说，但不同的文化背景确实会导致不同的婚姻观念。在台湾，夫妻财务适度分开管理是很普遍的现象，这和他们的社会发展历史有关，是吗？小梅听起来很惊讶。是的，我解释道，台湾早期就受到日本和西方文化的影响，加上经济发展较早，女性经济独立的观念也比较强。在台湾，很多已婚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和收入，她们习惯保持一定的财务独立性，男性也是如此。所以在台湾，夫妻各自有存款账户是很正常的。对，而且不仅仅是存款账户。我继续解释，在台湾，夫妻双方各自负担家庭开支的特定部分也很常见，比如丈夫负责房贷和大型开支，妻子负责日常生活费和孩子的教育支出等。小梅听得很认真，我能感觉到她在努力理解这种差异。那么，在台湾的婚姻中，财产是怎么界定的呢？她问道。在大陆，婚后的财产基本上都是共同财产，除非特别约定。台湾的民法规定也有夫妻共同财产的概念，但实际操作中更灵活一些。我回答，很多台湾夫妻会有一个共同账户用于家庭开支，然后各自保留个人账户，这既保证了家庭的共同利益，又尊重了个人的一定空间。小梅若有所思，听你这么说，我似乎有点明白了。但是，丽姐，我还是觉得阿志应该事先跟我说清楚啊，不然我发现了会觉得被欺骗了。这就是沟通的重要性了。我赞同道，两岸婚姻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克服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。你和阿志需要坦诚地交流彼此的期望和观念。那你觉得我该怎么跟他说这事呢？小梅问。我不想一上来就指责他，但我也不想装作没发现。我建议你选个轻松的时候，平和地提出来。我给他出主意，不要以质问的口吻，而是表达你的困惑和希望了解的意愿。比如你可以说，阿志，我无意中看到了你的另一个银行账户，我们能谈谈我们家的财务规划吗？我想了解你对夫妻财务管理的想法。这样说确实比较温和。小梅认同，让他有机会解释，也不会让他觉得被逼到墙角。对，关键是要以理解为目的，而不是指责。我补充道，记住，文化差异不是对错问题，而是需要互相尊重和适应的过程。小梅沉思了一会儿，说，丽姐，我突然想起来，阿志之前确实提过他们家里的财务习惯。他说他父母虽然结婚40多年了，但各自都有独立的账户和理财方式。当时我还觉得挺新奇的，没想到这可能就是台湾的普遍现象。看来阿志其实有暗示过他的财务观念。我说，
只是你们可能没有就此展开更深入的讨论。是啊，我当时只是觉得这是他父母那一代人的事，没想到阿志也是这种观念。小梅叹了口气，丽姐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期望？毕竟我现在是嫁到台湾来了，可能需要适应这里的生活方式。适应是必要的，但不意味着你要完全放弃自己的价值观。我认真地说，婚姻是两个人的事，需要彼此妥协和调整。你可以尝试理解台湾的婚姻财务观念，同时也让阿志了解你的想法和感受。我明白了。小梅的声音听起来坚定了一些，我会跟阿志好好谈谈，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，这才是正确的态度。我鼓励他，记住，婚姻不是一方单方面的迁就，而是双方共同构建一个新的家庭模式。我们聊了将近2个小时，小梅似乎冷静了许多，也开始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。挂电话前，她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，丽姐，谢谢你。我忽然意识到，也许问题不在于阿志有没有私房钱，而在于我们对婚姻中财务管理的期望不同。这不是对错问题，而是需要我们一起找到平衡点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很欣慰，因为这正是跨文化婚姻需要的智慧和包容。3天后，小梅又联系我，说她已经和阿志谈过了。出乎他意料的是，阿志听到他的疑虑后，并没有生气或否认，反而很诚恳地解释了他的想法。阿志告诉我，在台湾，夫妻保持一定的财务独立是很普遍的现象。小梅说，她说她父母就是各自管理自己的钱，只有一部分公共开支是共同承担的。而且阿志还告诉我，小梅继续说，他那个账户是他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存的钱，一直作为他的紧急备用金和个人理财账户。结婚后，他并没有想要隐瞒我，只是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所以没特意提出来。他是怎么看待你们的共同账户的呢？我好奇地问。阿志说，那个共同账户是我们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，他每月会将工资的大部分放进去，用于支付房贷、日常开销和未来可能的大型家庭支出。小梅解释道，她觉得夫妻既要有共同财产，也应该保留一定的个人财务空间，这样才能平衡亲密关系和个人自由。我点点头，这确实是很多台湾家庭的做法。那么你们最后达成了什么共识呢？我们决定采取双轨制。小梅听起来已经接受了这种方式，一个共同账户用于家庭开支，然后我们各自保留个人账户。每个月我们都会把工资的一部分，大概70%存入共同账户，剩下的部分自行支配，不需要向对方汇报。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安排，我赞同道。既照顾到了家庭的共同利益，又尊重了个人的空间和自主权。是的，谈完之后，我感觉轻松多了。小梅笑着说，其实仔细想想，这种方式也有它的好处。我不用为了买个包包或者支持一下娘家人而感到愧疚或需要解释。阿志也有他自己的支配空间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们能坦诚沟通，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。我欣慰地说，不过，丽姐，这件事让我意识到，两岸之间的差异可能比我想象的要多。小梅的语气变得认真起来，你能不能给我讲讲，除了财务管理，两岸婚姻还有哪些常见的文化差异？这样我以后也好有个心理准备。这个问题问得好，我说，了解这些差异确实能帮助你更好地适应台湾的生活。我来给你分析几个主要方面吧。首先是家庭关系方面。我开始解释，台湾社会虽然保留了传统的家庭观念，比如尊老爱幼、家族团结等，但在很多方面已经比较西化了。特别是在家庭角色定位上，台湾的夫妻关系普遍比较平等，家务分工也更加均衡。这一点我确实感受到了。小梅说，阿志很自然的会做家务，从来不觉得这是女人的事。她说，她从小就被教育要学会自理，不能依赖别人。对，这和台湾的教育方式有关。我点头道，台湾的家庭教育很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，不分男女。而在大陆，虽然现在也在改变，但传统上男孩子还是比较被娇惯的，家务活往往由女性承担较多。那在亲家关系方面呢？小梅问道。我听说台湾的婆媳关系也和大陆不太一样。是的，这是第二个差异点。我继续说，台湾的家庭结构通常比较核心化，
年轻夫妻婚后独立居住的比例很高，即使和父母同住，家庭成员之间也会保持一定的界限和私人空间，所以台湾的婆媳关系没那么紧张。小梅显得很感兴趣，也不能这么说，毕竟人际关系复杂性在哪里都存在。我笑着说，但台湾确实更尊重年轻夫妻的独立性和隐私权。婆婆一般不会过多干涉儿子和儿媳的家务安排、经济状况或育儿方式。当然，这不代表他们没有自己的想法，只是表达方式可能更含蓄一些。阿志妈妈确实给我这种感觉。小梅若有所思，她总是很客气地问，方便的话可以帮忙做这个吗？而不是直接指使我。一开始我还以为她是因为我是大陆人才特别客气呢。这不完全是因为你是大陆人，而是台湾普遍的相处方式。我解释道，台湾社会很重视礼貌和面子，人际交往相对委婉含蓄，即使是家人之间也会保持一定的礼节。我明白了，小梅恍然大悟，难怪阿志有时候会觉得我太直接了。他说我有话直说很好，但有时候可以再婉转一点，这就是第三个差异，沟通方式。我点头道，大陆人，尤其是北方人，说话通常比较直接爽快，有什么说什么，而台湾人更喜欢委婉表达，注重说话的方式和场合，避免让对方难堪。那在教育观念方面呢？小梅问。我和阿志还没有孩子，但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这个话题了。他说他希望将来的孩子能既有大陆人的进取精神，又有台湾人的文化涵养，这是个很好的期望。我微笑着说，确实，大陆和台湾在教育理念上也有差异。大陆的教育普遍比较注重学业成绩和竞争意识，家长往往希望孩子能够出人头地，考上好大学，找到好工作。对啊，就像我父母那样，恨不得我从小学到初中、高中都是第一名。小梅笑着回忆，而台湾的教育则相对均衡一些，除了学业成绩，也很重视孩子的兴趣发展、人文素养和生活能力培养。我解释道，台湾父母可能不那么在意孩子是否能进入最顶尖的学校，而更关注孩子是否能找到自己的兴趣和天赋，是否健康快乐。这么看来，台湾的教育理念确实更人性化一些。小梅说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的教育理念。我解释道，台湾早期经济起飞，社会竞争已经趋于平稳，所以更注重生活品质和个人发展的平衡，而大陆经济起飞较晚，社会流动性和竞争性都很强，所以教育也更强调竞争力和成功。总结一下就是，台湾社会更注重个人空间、生活品质和情感表达的礼节，而大陆则更看重家庭凝聚力、事业成功和直率表达。小梅总结道，说得很好，我赞赏地说，不过要记住，这些只是普遍现象，具体到个人可能有很大差异，最重要的是你和阿志之间的理解和适应。我明白了，丽姐。小梅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了信心。这次的事情虽然一开始让我很困惑，但现在想想，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，让我更了解台湾的文化和阿志的成长背景。你能这么想，真是太好了。我由衷地说，两岸婚姻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能够融合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，取长补短，创造出更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。说起来，阿志对我的一些习惯也挺不适应的。小梅笑着说，比如我做饭喜欢放很多辣椒和大蒜，她说台湾人对这些味道比较敏感。还有我说话声音比较大，她总是提醒我在公共场合要小声一点，这就是文化融合的过程啊。我笑道，你们需要时间去适应对方的习惯和文化背景，只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和有效的沟通，这些小摩擦反而会成为你们感情的调味剂。丽姐，那你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两岸婚姻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？小梅问道。根据我的经验，两岸婚姻最需要注意的有几点，我认真地说。第一，保持开放的心态，不要用自己熟悉的标准去要求对方。第二，多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和成长环境，这有助于理解他们的行为和想法。第三，有分歧时及时沟通，不要积累不满。第四，尊重双方的家人和传统，找到平衡点。这些建议真的很实用。小梅感激地说，丽姐，我真的很庆幸有你这样的朋友能给我指导。不客气，小梅，我温暖地说，两岸婚姻虽然有挑战，但也有独特的美好。
就像我常跟我的客户说的那样，两岸婚姻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，能给双方带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生活体验。几个月后，小梅又联系了我，告诉我她已经完全适应了台湾的生活，她和阿志的婚姻也越来越融洽，两人不仅在财务管理上达成了共识，在其他方面也找到了平衡点。丽姐，我现在才真正理解你之前说的话。小梅说，两岸婚姻确实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包容，但正是这些差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阿志喜欢台湾的什么东西让你印象深刻？我好奇地问。哇，太多了！小梅兴奋地说，阿志带我去了很多台湾的夜市，那里的小吃真的超级好吃。我特别喜欢台湾的珍珠奶茶和卤肉饭，还有台湾的服务态度也真的很好，去哪里都有人微笑着说欢迎光临，让人感觉很温暖。那你有没有给阿志介绍一些大陆的文化呢？我问道。当然啦，小梅笑着说，我教他做了几道山东菜，比如鲁菜的糖醋鲤鱼和葱烧海参，虽然有点辣，对他来说有挑战，但他还是很喜欢。我们还计划过年时回青岛，让他体验一下北方的春节氛围。这就是文化交流的魅力啊！我感叹道，在彼此的包容和理解中，两种文化不断融合，创造出属于你们自己的家庭文化。确实如此，小梅认真地说。丽姐，我现在明白了，婚姻不是简单的两个人生活在一起，而是两个不同背景、不同成长环境的人共同创造一个新的家庭模式。说得太对了，我由衷的赞同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总说，婚姻需要经营，尤其是跨文化的婚姻，更需要双方不断学习和适应。对了，丽姐，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小梅神秘地说，我怀孕了，我和阿志要当父母了。哇，真是太棒了！恭喜你们！我惊喜地说，你们一定会是很好的父母。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要如何教育孩子了。小梅兴奋地说。阿志说他希望孩子能学习大陆人的进取精神和拼搏韧劲，我则希望孩子能有台湾人的礼貌和生活情调。我们计划让孩子同时了解两岸的文化和历史，成为真正的文化融合者，这是个美好的愿景。我感动地说，你们的孩子将会成为连接两岸的桥梁，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文化背景。是啊，这也是两岸婚姻的独特之处。小梅感慨道。丽姐回想起刚发现阿志私房钱时的困惑和不安，再看看现在我们和谐融洽的生活，我真的很感谢你当时给我的建议和支持。不用谢，小梅。我真诚地说，作为一名婚恋顾问，看到你们的幸福就是我最大的满足。结束和小梅的通话后，我坐在窗前，思考着两岸婚姻的独特魅力和挑战。每一段跨文化的婚姻都像一座桥梁，连接着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。这些差异有时会带来困扰和误解，但只要双方能够敞开心扉，真诚沟通，这些差异最终会成为婚姻的财富和动力。小梅和阿志的故事再次证明，婚姻不是终点，而是两个人共同成长的起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需要不断学习、适应和包容，才能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相亲故事。如果你也正在经历类似的两岸婚姻困惑，或者有任何婚恋问题想要咨询，欢迎随时联系我。记住，每一段婚姻都有其独特的挑战，但只要用心经营，都能收获专属于你们的幸福。下期再见了。